你这绝世容颜可是貌比潘安，世间少有，要是让那些小媳妇看到还不迷倒一片。可是现在刚刚来到这里，人还没认全，就要被逼着去相亲，况且唐家的那个女子我都没见过，万一要是个丑八怪，我岂不是亏了？你们听说了吗？虾仁明天好像要去唐家说亲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傻子要去唐家说亲？傻子要是都能娶到唐家大小姐，那我就能娶到公主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李飞燕，你我什么我？你小子皮痒是吧？再敢笑我弟弟，我剥了你的皮！李飞燕，你这天生克夫的寡妇，活该你死男人！别听李飞胡说八道，我弟弟才不傻，姐这次一定能帮你娶到唐家的小姐。听阿姐的。没错，眼前虾仁是穿越而来，成了这户落魄地主家的傻儿子，这是双亲早亡，只有一位守寡的大姐。此次大姐听闻县城唐家要嫁女，想帮虾仁说下这门亲事。旺财去。这位小兄弟，请问这里是李家村吗？是的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村里有个叫李申熙的老者，小兄弟知道他家在哪吗？不知道，没听过。难道自己来错地方了？要是找不到那个老者，这问题可怎么解决？什么事难成这样？跟我说说，说不定我能解决。前一段时间，北面那些蛮子给当今圣上送来4个大字：天心取米。满朝文武谁也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不知如何应对。现在圣上已经招贤张榜，可到此为止还无任何人献策。这有何难的？我知道这4个字什么意思。朝廷里那些饱读诗书的大儒都没解出，甚至是皇榜已经张贴数日，如同石沉大海，没有消息。就你能解出。我怎么了？我以前可是号称小百度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瞧不起谁啊？我要是解不开，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，但要是我解出了又如何？你要是能解出此谜，今日我就认你做大哥，你要是说不出来，后果自负。公子是不是太过于草率了？对了，还有他，你要是解出，他也认你做大哥。我才不信满朝文武天下有识之士都解不开的事，你这个傻小子能解出来，还真是无知者无畏。虽然我已经不做大哥好多年了，但看你这么诚恳，我就勉为其难收下吧。你且听好了。天意为我朝江山，心乃中原，米圣上也。天心取米，即是夺我朝江山，取圣上龙位之意。青年疑惑地思索着虾仁的话，虽然纨绔，可因为家世的原因，倒也是饱读诗书。听了虾仁的解释，越想越觉胜负其意，脸色也逐渐变得严肃起来，收起了刚才的嬉笑。那不知该如何应对呢？简单，只用给这4字各加一笔，你且看好。好，此解甚妙。来，叫声大哥听听。放肆，竟敢对我家公子出言不逊！怎么要反悔？你别忘了，你也得叫我一声大哥。虾仁，赶紧回来吃饭，要准备出发了。好，来了。大哥。好弟弟，以后要想喝水或有不会的问题，再来找大哥。大哥我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。旺财走，回家吃饭。世子，用不用我拿下他？你不觉得他很有意思吗？朝堂诸公都解不开的事，被他解出来了，可见其才思敏捷，而且能有个兄弟似乎也挺好。只是这个大哥和小弟之间的称呼，以后要给纠正过来。走回府，今日之事要赶紧告诉父王。是子殿下。父王可在府内？殿下，王爷在书房。好，你们去忙吧。是，殿下。随后李玄独自一人来到王府书房。父王，孩儿回来了。玄儿，事情办得怎样了？父王，孩儿此去李家村，没有找到李申熙，不过却碰到一位少年，解决了朝廷的难题。随后李玄把今日遇到虾仁后发生的事托盘而出，当然一些无关紧要的也没必要多说，毕竟被逼着认大哥这事也不是太光彩。此解甚妙。玄儿，你说解开谜题的是一个跟你一般大的少年？是的，父王，虾仁看着跟孩儿一般大，小年纪就有这般才智，此子不简单。玄儿，日后你可与其多多接触。是父王，孩儿知道。玄儿你先下去吧。父王，孩儿告退。来人。王爷，去李家村，我要知道李虾仁的全部身世过往。是王爷。王府之内发生的事情，虾仁并不知情，此时他正身处唐家，准备向唐家说亲。小姐少爷，唐府到了。其实当个小白脸也不是不行，这大门，这高墙，呸！我在想什么呢？我可是立志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，不能为个女人而耽误征程。老方，你去叩门说明来意。老方答应一声后前去叩门，跟门房说明来意后，由门房带着李飞燕和虾仁进入唐府，老方则在府外看护着马车。门房引着李飞燕和虾仁来到一个人工小湖边。贵客请入庭等候，我家夫人稍后就到。好，麻烦门房了。门房离开后，姐弟俩进入湖庭中。随着两人入庭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虾仁身上，
虾仁明显感到有淡淡敌意。大哥们，别看我啊，今天我没戏份，就是一跑龙套的。在下张家张不同，见兄台面生得很，不知是哪家公子？在下李家人，李家村人。可是城东外那李家村？没错。打扰了，一个乡下土包子也想来娶唐家小姐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随着虾仁话落，张不同一脸不屑转身离开，周围之人也是一脸嘲弄，已然不把虾仁作为竞争对手。这才对嘛，我只是为了应付阿姐的，可不是来跟你们争什么唐家大小姐，把我当成小透明就好。此时远处一名贵妇人在几名丫鬟的陪同下向这边走来，她便是唐家县主母柳氏。晚辈见过唐夫人。见过唐夫人。诸位不必拘束，你们都是青年才俊，小女能得诸位喜爱，是小女的荣幸。可小女只有一位，所以还需要考验一下诸位，希望能在诸位中为小女选一个如意郎君，不知各位意下如何？不知唐夫人要考验我等什么？小女自幼熟读诗书，不如大家就眼前的风景即兴作诗一首如何？眼前之景，大家随便取用。庭内一众男子听了柳氏话后皆有心表现，于是都自行思索起来。不到半炷香的时间，陆续有人拿出自己做好的诗向柳氏展示，而虾仁却稳坐如钟，没有一点动静。而随着庭内众人完成诗词后，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看向虾仁。而李飞燕一看这个，顿时有点急了，连忙站了起。唐夫人，我是韩县城的儿媳李飞燕，这是我弟弟虾仁。原来是韩县城家的儿媳，不知令弟可会作诗？这我弟弟他。唐夫人，我会写诗。会作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难道我弟弟恢复了？好，那就有请李公子做一首吧。唐夫人稍等。虾仁点点头，环视了一下四周，看到湖中荷叶上趴着一只蛤蟆。就它了。大明湖明湖大，大明湖里有荷花，荷花上面有蛤蟆，一戳一蹦大。好一句，一戳一蹦大。这可真是我见过的最蹦跶的诗了。庭内一片哄笑之声，就连一向沉稳的唐夫人，这个时候也忍不住笑了几下。显然虾仁的诗是戳中了她的笑点。李飞燕却是羞愤不已，向唐夫人微一行礼，拉着虾仁落荒而逃。小易，给你说个好玩的事。小小你慢些，小心点。没事，我跟你说，刚刚我来的时候，看到你那个后母让那些提亲的作诗呢，其中有一个很有趣。怎么个有趣法？随后苏小小把虾仁在庭湖所做的诗一句句斗给唐叔一听，而唐叔一听后不由一笑。此诗是一个叫虾仁的人所做的吗？这人倒是挺有趣的。对呀，那虾仁做完诗后，大家都笑了呢，可有趣了。苏小小平时对于诗词一窍不通，只觉得好玩。唐叔义却不同，他自幼熟读诗书，自然清楚这首诗的水平，就是路人水平而已，比一些打油诗还不如。但虽是如此，听了之后却还是让人忍不住想要发笑。不过这次你的那个后母是不是转性了？居然这么认真的帮你挑选夫婿。他能转性才怪，不过是做样子，糊弄我爹而已。哼，他要是敢随便搪塞你，到时候大不了你来我家，我养你。我才不要你养呢。好，我不养，给你找个男人养。你才要男人养呢，让你乱说话，看我不教训你。小一想男人了。你才想男人呢，别跑。这2天来向唐叔义提亲的人不少，而且一个比一个有才有貌的，这让柳氏心里很不舒服，只因唐叔义是妾生女。夫人，那李虾仁的情况都打听清楚了，说说吧，那李虾仁什么情况？夫人，这李虾仁其实是个傻子，家境嘛，以前挺不错的，但他父母去世之后就衰败了，现在也就靠着他大姐的资助，勉强饿不死而已，家里还有个小丫鬟和一个下人，也都是没什么能力。柳氏没想到，这个李虾仁不仅粗鄙，没有才情，其竟然还是个傻子，这个条件简直太符合他对唐叔义夫婿的要求了。好，就他了，派人通知那个李飞燕，让他挑个好日子找媒人来纳采吧。是，夫人。柳氏这边吩咐下去之后，便独自去书房找自己的夫君唐玉，准备向他说下唐叔义的婚事。夫人怎么来了？老爷，叔义的婚事成了。夫人给叔义找的是哪家的公子？老爷，是李家村的一个后生，叫李虾仁，长得可真是一表人才啊。他姐姐是老爷同僚韩县城的儿媳，这韩县城跟老爷关系不错，叔义要是嫁了过去，您跟这韩县城的关系可就又近了一步啊。韩县城算是县衙的2把手，是唐玉这个主簿的上司，而且他堂弟韩风在安阳府的靖王府下做事，就连平安县县令也对韩县城礼遇有加。唐玉听到李贤的姐姐是韩县城儿媳，心中便多了一分满意。夫人做事我是放心的，既然这李虾仁不错，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吧。我这几天公事繁忙，叔义的婚事就交给夫人了。夫君就放心吧，这事交给我，保管让你满意。我们叔义好歹也是大家闺秀，他的婚嫁我肯定给他办得风风光光的，肯定要办得风光的，不然丢的是我唐家的脸面。而且唐叔义的婚礼风光了，唐家有面子不说，等自己女儿唐馨嫁人的时候，我就是铺张浪费一点，老爷也不会说什么吧。
大姐，你咋来了呢？我弟弟真是命好啊，命真好。怎么阿姐突然说这话？难道大姐也傻了？等等，为什么要说也？大姐，怎么回事？你跟唐家小姐的婚事成了，明天我就找媒婆给你纳彩去，其他聘礼什么的你不用担心，全包在阿姐身上。阿姐不要开玩笑，那唐家小姐怎么可能看上我？所以我才说你命好。那唐书意是妾生女，在唐家不受待见的。以前我还不信，不过现在看来是差不了了。那柳氏不喜欢唐书意，不然也不会让你捡了便宜。我去，原来柳氏并不是要给唐书意找好夫婿，而是要找一个不好的夫婿啊！那首打油诗反倒害了自己。早知道这个情况，就写一首惊天地泣鬼神的诗。那柳氏不喜欢唐书意，肯定不会把她嫁给自己这样的金龟婿啊！造孽啊！李飞燕跟下人吩咐好后，就急匆匆的出门去准备聘礼了。这唐府是平安县的大户，聘礼当然不能太寒酸。小环，这么热的天，你在屋子里干嘛呢？打蚊子呢，现在蚊子太多了，要是不赶紧打死，少爷晚上会睡不好觉的。晚上的时候点上蚊香就行了。这么热的天，你就别这么忙活了。什么是蚊香？我们没有蚊香啊。没有蚊香，那晚上怎么驱蚊？当然是用艾叶呀，到了晚上加艾叶燃烧，用烟来驱蚊呢。那多呛人啊！以后我们不用艾叶，我们用蚊香。少爷，你怎么又说小环听不懂的话？随后小环对着虾仁甜甜的笑了一下，转身朝着屋子里走去。不多时，屋内又响起拍打蚊子的声音。蚊香的做法其实并不难，只需要一些艾叶和松香粉以及硫磺混合一下塑造成型就行了。现在的时代，